是艾比，欢迎回到艾比乱炖。今天呢是宠乐大家的 House of CB 超大爆款小圈群的合集试穿视频下期。如果还没有看过我上期的宝宝，可以去这里补一下课哦。那如果你也好奇 House of CB 这个非常具有欧美辣妹风的英国品牌和82公斤的艾比我在下期会碰撞出什么样的化学反应的话，那就跟着我继续往下看吧。第一件 Makila 小姐姐真的是艾比我入 CB 家大坑的又一大原因之一了。去年4、5月份上的经典款，这一上架，这个腮红色就秒空。后来又上架了白色的款式，艾比我就赶紧买来穿了一下。当时还发了一个小红书的帖子来赞美它，真的非常的绝，有那种皇室贵族的气息。我觉得呀，汞黄穿上去走红毯或者是去发布会也非常的合适，非常的 classic， 但又不无聊。像是凯特王妃啊，或者是各国的第一夫人穿上都会非常的合适哦。比如艾比我就能脑补到Michelle奥巴马上身的即视感。那艾比我在这里不得不给大家提个醒，就是 Makila 这一件裙子，它的材质上其实是跟艾比当时我第一眼看到的这个宣传的视频有很大的出入的。那艾比我在拿到这个裙子之前，一直都很坚信这条裙子的材质是那种有点发亮的绸缎的材质，但是呢，就大家也都看得到嘛，这个材质的确就是不是一个样子的。所以说，如果比较介意材质方面的宝宝，在下单的时候，我劝你要三思哦。活了22年，见到这么绝的剪裁的裙子，实在是少之又少。首先长度呢，艾比我就非常的喜欢，到膝盖这种长度真的非常大方端庄，又有淑女的气质。肩带呢也不是那种舍不得用布料的细肩带，是这种粗细刚刚好，可以很完美包裹住副乳的设计。之前艾比我4、5月份没有留下这件的原因，是因为一直在家，天天 work from home， 实在是没有地方让我可以穿。所以在这里呢，还是想提倡一下大家伙理智消费，有的时候买来过过干瘾就行了。艾比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它官网上推荐这条裙子应该穿去哪儿，上面给了3个 option。第一个呢是 classy lunch date， 就是去吃那种午餐比较 posh 的地方吧。第二个呢是 date night， 晚上的约会嘛。第三个呢就是去 wedding 的时候。我觉得这3个还是挺 practical 的一个建议。那尺码方面，艾比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的人，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就是这一款的上半身我穿 L 码的是刚刚好的，下半身呢会相对来说有一点紧，所以艾比在这里奉劝夸大一点的宝宝们，记得要穿大一码。在这里不得不夸一下这条裙子的束腰的设计，我的天呐，简直就是一绝！我从来没有穿过束腰这么牛逼的裙子。那这条裙子在我下单之前，我就以为是平平无奇就比较好的那种剪裁的设计嘛，结果没想到它居然有隐形的鱼，我数了一下，里面居然有16个，天呐，要啥自行车？那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艾比当时我第一次试穿的时候，我是穿了一个 new bra， 然后我当时就是这个肩带拉不上去，因为整个这块就有一种上不来的感觉，然后很紧。那艾比后来我去官网去仔细的看了一下，发现官网上写的那个 underwear 就是 recommendation 里面，它写的其实是 no bra needed， 因为它这个 corset 它就已经把你这块已经给考虑到了，所以说真的是我真的超爱，我最喜欢不穿内衣了啊，哈，那艾比呢，在最后的环节给 Makila 小姐姐打个分数，我非常高兴的给她的舒适度打一个4.5分，然后实用度的话，我觉得也非常实用，这官网上已经给大家一些 option 了，是不是？所以说呢，艾比我在这里慷慨的打一个4.5分。那设计来说呢，我可以给一个 solid 5， 因为我就是喜欢它，怎么办？第二位选手的官网图简直美到令人窒息，露露这个名字真的一点也不适合她的为人。艾比我第一眼见到就被震撼到了，这件简直是 holiday 必应，尤其是过圣诞期加上情人节这段时间，不买啊，艾比我就不姓 A。然后这个面料呢，大家也能看到是这种拼接的设计。那这条裙子呢，这个肩部和裙摆都是用的比较厚实的绸缎 satin 的这个面料，然后中间呢是这种拼接的这种网纱的鱼骨的设计。拿到手的颜色和官网图一毛一样。House of CB， 你果然没有骗我。零色差。那艾比呢，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露露这个小妖精的一个致命的痛点，真的是我见过最大的 bug， 没有之一了。它的这个束腰呀，真的，天哪，太宽敞了，我都不明白它在这里让全世界人都看到你穿了一个束腰，然后还不给你束腰的这个效果是为了什么？为了让大家全世界人都知道你的腰粗吗？就这个裙子的这个束腰在这里跟那个 Makila 我最喜欢那一条简直形成太鲜明的对比了。人家是隐形束腰，你这是让全世界都皆知的束腰，还没有束腰效果。我真的是我在这方面可以给他吐槽个15分钟。15 minutes later， 大家呢应该也都能看到了，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那种束腰。好吧，黑完了它还是要正儿八经的讲一下这条裙子最走心的地方，那就是它的胯部设计，是那种垫宽胯部十足的欧美风，艾比我是超爱的。开叉的设计也是可以用风骚来形容了，
大家如果喜欢这种下摆的设计，可以考虑入一下姐妹款 Loretta。束腰的面料看起来料子用的会更足一些的。最后还是给露露这个小腰颈打个分儿。舒适度的话，它是真的非常的舒服，所以说我也比较公平的给它一个4分。那在实用度来说呢，我觉得这条裙子的确是比较适合就是节日的那种气氛，所以说我在这里可以打一个4分。那设计来说呢，这个大 bug 导致我只能给它一个3.5分。Tara 这孩子真的超乎我的想象。让我正儿八经的在22岁体验了一把 Lady Boss 的感觉，穿上啊简直是溢出屏幕的 Woman Power。艾米我其实是很少会下单黑色的衣服，因为毕竟一如其人，黑色是完全不能展现我本人的活跃气质的。但是呢，这件 jumpsuit 配上黑色还是很绝的，总共气质爆棚，非常的霸气显贵，腰是真的会显得无敌细。我是真不知道是不是我人种的问题，这个裤长的设计长到艾比我当时穿了10厘米的高跟鞋，一样还是兜不住。我是最讨厌那种乐里乐塌，我穿这条裤子啊，真的觉得自己是个扫地机器人，走哪儿扫哪儿。这个 Tara 大兄弟啊，和上期的 Monica 有相同的大 bug， 也是上面这个肩带太细，下面布料太厚的问题。拍摄困难到一度让我想喊停放弃。上期那个的 Monica 艾比我称了是有1.3公斤之重。那这个 Tara 更牛逼，居然1.5公斤，艾米我真是害怕的溜了。虽然说这个 Tara 跟上一款的 Monica 有一样的比较好看的心形领口的设计，但它们呢也有一样的肩带，还有一样的重量。那个的 Monica 当时我称的是1.3公斤，然后这个是1.5公斤，我的天呐，我是真的受不了。CB 家把每件衣服后面都连上 security tag， 以防客人穿出门再退掉，这样做我是能理解的。但长裤款的我上身在短短的15分钟里，差点被这个 ribbon 绊倒了3次，我觉得是真的不咋安全，反而有点危险。希望 CB 家可以考虑改进一下。那艾薇在这里还是要给这个 Tara 大兄弟打个分。舒适度来说的话，我个人其实穿上去的时候其实是很不开心的，给3分。那实用度来说，我觉得这种 jumpsuit 还是挺实用的，给一个3.5分。设计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只能给个3分，不能再多了。下一件 Cora 呢，也是非常让艾薇我恼火的一个坏孩子，大概是随他哥 Tara 吧。我是第一次在 House of CB 入这种下半身。第一次入，果不其然就踩雷了。艾比我在下单前还认真仔细的查阅了它的 product description， 然后上面写的是 stretch factor 是2 out of 3， 我计算了一下，这样的话也得有6-7成的弹力了吧，那应该是挺弹的。而它上面的那个描述对于这个材质是写的 vegan softest leather， 我想说哇，都有最高级了，那肯定是很舒服那种啊，所以我就很自信的买了 L 码，结果真的是啪啪打脸。我现在其实有点伤心，就我以前一直觉得欧美品牌的弹是真的弹，它不会跟我撒谎的，但现在我有点开始有怀疑态度了。好嘛，穿上身你看看艾比我被这裤子给勒的，光是穿上身啊我就费了9牛2虎之力，累到艾比我直喊妈。这是艾比我这辈子截止到现在为止最难穿上身的裤子，没有之一了。模特穿的为何如此的紧身且光滑无痕，怕不是偷偷的涂了爽身粉？你说你要让我穿上个裤子还要涂层东西，又不是走 matte ball， 艾比我是真不干。布料跟我想象的那真是南辕北辙，特别厚实的那种，里面还是淘宝最爱的加绒款，你敢信？总结来说，离心宝宝们基本上还是 pass 吧。艾比我痛苦的面容已经说明了一切，这裤子79磅买来完全就是找罪受。相比之下呢，我本人还是更偏好这个160块钱淘宝入的同款黑色皮裤，真的好骚，我好爱。配球鞋呀、细高跟或者是踝靴，通通 OK。料子虽然还是带有淘宝特色，质量差点意思。你看我是第一次穿，已经这屁股整一条缝烂了这么大一排了。199块钱就穿一次，那也的确是有点贵。艾比我真的第一次碰到这么情投意合的皮裤，脚踝边拉链拉开，真的有一种腿部无限拉伸的即视感。有种莫名的朋克味道，而且超级弹力的面料把艾比我的臀部勾勒得更 juicy 了。来自 CB 的 Cora 的版型在这条爸爸面前啊，简直是黯然失色。好吧，我们来给 Cora 这孩子打个分。我估计这孩子的分啊，比这个 Tara 他哥还差，不对，他哥 Tara 还差。舒适度的话，这玩意儿对我来说，我这种夸家的人来说是绝对不舒服的，给一个2.5分。实用度来说，我觉得还是蛮实用的，所以说在这里可以给个4分。然后设计来说呢，跟我对 House of CB 这个品牌的整个的认知是出现了偏差的。这里呢，设计我只能给一个2分。On to next one， 让我们欢迎一下本期的压轴选手 Angelica 出场。其实你们已经看了好一会儿了，我只不过是憋到现在才给大家讲。
CP 家出了好多黑色不同面料有束腰的这种小套，类似于 Abrianna、Emily、Athena and Ella。艾比我在百花之中选择 Angelica 的原因也是非常的沉迷，主要是因为艾比我超爱 Angelica 这个名字，外加这款是上个月最新 launch 的款，艾比我等了足足有14天之久。那首先第一套呢，我在这里给大家搭配的是一个从头到脚 all black 的 look， 超级无敌 sassy。那艾比这2天在网上看到了我的女神 Ashley Graham 和 Vogue 的一个合作的视频 7 Days 7 Looks， 里面呢她的那个 Day Night Look 就穿了一个这个样子的 House of CP 的小套，我记得她穿的应该是 Ella。艾比我真的受宠若惊，就感觉我们的相似度真的有70-80%。我在这里真的是开心到就是忍不住站起来，不对，要跳起来，跟我的女神隔空击个掌。第2条 look 给大家搭配的呢是一条2年前买的 Page 中腰白色牛仔裤。艾比我最近过新年吃的有点太好了，圆润了一丢丢，所以拉链有点崩，大家忽略就好。这里的搭配灵感呢和上一套是一样的，也是遵循了在视觉上上小下大的原则。白色牛仔裤呢和黑色丝绒小 top 在视觉上会形成更大的反差效果，脚上踩的白色凉鞋也是为了延长腿部的线条。这一套呢比起上一套会更加的 casual 日常休闲一些，希望这2套不一样的搭配可以给大家更多的搭配灵感。那黑色皮裤这套 outfit 和白色牛仔这2个 outfit battle 的话，大家会更喜欢哪一套呢？可以留言告诉我哦。那最后呢，艾比要给 Angelica 打个分数，舒适度的话，我觉得还是有4.5分的。实用度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实用的，特别是我的女神 Ashley 穿了之后，我觉得更实用了，所以说我可以给它打一个4.5分。设计来说的话，我觉得会有一个4.5分。那这期 House of CP 超大爆款小群群的开箱到这里就结束了。我自己看到这里其实是有点意犹未尽的，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艾比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套 outfit。艾比我在这里很期待看到你们的留言哦。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的淘宝店铺或者是欧美辣妹品牌，也可以留言告诉艾比，我会去买来给大家做测评的。那这期就先到这里，下期我们不见不散哦。I love you guys, bye.